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2013年11月4日，江苏南京法院门外，齐可欣的家人举着写有“残忍杀妻，不死天理难容”的白布条，希望杀妻的富二代吉星鹏能被判死刑。原来在2013年4月25日，22岁的齐可欣被丈夫杀死了。此时的她大学还没有毕业，和丈夫生的女儿刚过100天，两个人结婚也就是1年的时间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又是怎么酿成的命案？2013年4月25日一大早，吉星鹏喝得醉醺醺的从夜店里回来，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保安就听到有人喊救命了。不久后，救护车就赶到了现场。原来刚回来的吉星鹏将自己的妻子给杀死了。虽然齐可欣被送到了医院抢救，但是抢救无效死亡。法医对尸体进行鉴定时，发现齐可欣头、颈、胸部共有60多处刀伤，刀刀致命。所有人都好奇，作为富二代的吉星鹏为何要将妻子杀死呢？吉星鹏1989年年出生，父母是做钢材生意的，赶上了工业发展的风口期，他们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产业也从老家盐城搬到了省会南京。早在吉星鹏初中时，他们家已经有几千万的家产，包括南京多套房，资产过亿。他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在吉星鹏17岁的时候，他就因为带着人打砸过一家洗浴中心，因此还被判刑了。2010年，吉星鹏售卖了自己名下的一辆跑车，这辆跑车有30条违章记录没有处理，这也说明违法犯罪对于吉星鹏来说就是家常便饭。正是父母的溺爱，把他一步步推入深渊，以至于酿成了最后的悲剧的。那么他和齐可欣是怎么认识的呢？齐可欣家是南京的，父母就是普通人，不过他们在南京有2套房。2009年，齐可欣考入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，大2这一年，他从北京回到南京，在南京的夜店里，他和吉星鹏相识了。两个人通过交谈得知他们之前还是校友，因为相谈甚欢，他们就添加了联系方式。吉星鹏开始追求齐可欣，大概过了1个月的时间，齐可欣接受了吉星鹏的追求，并且吉星鹏把自己的社交媒体号改成了齐可欣的头像。两个人确定关系后，吉星鹏开始给齐可欣送大量的奢侈品，齐可欣也有在社交媒体号上晒幸福，两个人的感情看上去不错。2012年春节过后，齐可欣把吉星鹏带回家见父母。齐可欣的父母对吉星鹏不放心，他们家的条件太好了，怕女儿过去受气。可是齐可欣非他不嫁，还说她之所选择吉星鹏，就是因为吉星鹏丑，若是找男朋友，不能找有钱还长得帅的，因为有钱长得帅的比较花心。像吉星鹏这样丑的，若是到外面混，女孩不一定搭理他。父母只能答应齐可欣和吉星鹏相处一段时间，若是觉得不合适，尽快分手。其实早在2011年，吉星鹏就对齐可欣动手过。至于说动手原因，网传说是吉星鹏嫌弃齐可欣混夜店，接触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人，还有人给齐可欣发短信，称呼齐可欣为老婆，这让吉星鹏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再加上他们是夜店里认识的，他就觉得齐可欣对他可能是不忠的，他对齐可欣动手了。齐可欣为了自证清白，还在身上纹了吉星鹏的名字，发布到朋友圈里，向外人宣示自己名花有主了。
两个人暂时重归于好。两个人和好后，齐可欣在社交媒体号上晒自己的衣服，她自称是超级败家女，衣服多到衣柜里都放不下。而且在2012年年初，她还晒了吉星鹏送给她的保时捷，声称自己拿到驾照了，以后可以开车了。可是他们的幸福时光仅仅维持了2个月。2012年3月份，齐可欣回到家里，父母发现她身上有10多道伤口。在父母的逼问下，她才承认吉星鹏怀疑她不忠，让她割腕自证清白。她就打破了一个瓶子，吉星鹏用碎片划伤了她的身子，伤口最深的地方缝了10几针。父母得知这个情况后，坚决不让女儿和吉星鹏交往了。吉星鹏把齐可欣弄伤后，齐可欣的父母登门道歉，要求齐可欣原谅吉星鹏，并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齐可欣再次和吉星鹏和好。2012年5月8日，齐可欣的父母接到电话，是吉星鹏的父母打来的，说齐可欣和吉星鹏领结婚证了。齐可欣的父母打电话问他，他说他怕父母不同意他嫁给吉星鹏，就把户口本偷走了。2个人确实领证了，齐可欣的父母没有办法，就叮嘱女儿先不要和男方举行婚礼，只要不举行婚礼，就不算是正式过门。他们还是想要考察一下吉星鹏。让齐可欣父母想不到的是，仅仅1个月后，齐可欣竟然怀孕了。父母的意思是不让她生下来，毕竟她大学还没有毕业。再就是他们不看好吉星鹏，可是吉星鹏的父母不让打掉孩子，必须要生下来。由于男方家的坚持，他们也没办法，只能让女儿和吉星鹏举办婚礼了。齐可欣办理了退学，开始接受新娘的身份，并且安心养胎，等待小生命的降临。然而，在他们婚后不久，吉星鹏再次殴打了怀孕4个月的齐可欣。齐可欣回到父母家里，父母又发现她身上有伤痕了。他说，这一次吉星鹏还是怀疑她出轨了。为什么吉星鹏总是怀疑她出轨呢？因为就在2012年3月份，他们领证的前夕，吉星鹏发现齐可欣和一个男子开房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真实情况是，齐可欣丢了一个身份证，他补办之后，父母又找到了原来的那个，正好他就有2个身份证了。他把一个身份证交给了好朋友，让好朋友替他报名参加一个考试。好朋友拿着他的身份证和一个男子开房了，正好齐可欣也和那个男子认识。吉星鹏查齐可欣的开房记录，正好查到这里。虽然2个开房的当事人给吉星鹏解释了，但是他不相信，他认为齐可欣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。他要求齐可欣的父母带着齐可欣做 DNA 亲子鉴定，证明孩子是不是他的。可是到了约定做的那一天，吉星鹏又消失了，他说不做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吉星鹏和齐可欣的关系彻底恶化了。吉星鹏一边怀疑齐可欣对他不忠，一边到夜店里买醉，而且还留了夜总会妹子的电话，经常夜不归宿。这都是齐可欣日记写到的。2013年1月，齐可欣生了一个女儿。她本以为吉星鹏爱玩的毛病会因为女儿的降生有所收敛，但是实际情况是她错了。因为吉星鹏白天打游戏，晚上到夜总会，有的时候一晚就输几十万。他打电话，吉星鹏还不接。他知道吉星鹏一夜未归，又和别的女孩鬼混了。期间，吉星鹏还染上了病，幸好没有传染给齐可欣和孩子，2个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。2013年4月7号，
齐可欣带着女儿回家，告诉父母肯定要和吉兴鹏离婚的，而且父母也支持他。不过，孩子马上就要过100日了，吉兴鹏家要宴请好友，为了不让别人怀疑，他们2家再次假装和后，为孩子举办100日宴会。举办完100日宴会后，齐可欣再次反悔了，觉得要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她还是妥协吧。就是这一次妥协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仅仅10几天后，她就要命丧黄泉了。那是2013年4月24日晚上，吉兴鹏一夜未归，他当晚赶了3个场子，喝了不少的酒。25号回到家里，他就把齐可欣给杀了。虽然当时他的父母就在2楼睡觉，父母也制止了他杀人，可是就在吉兴鹏趁着母亲叫人，父亲上楼时，再次对齐可欣举起屠刀，将齐可欣杀死了。他说，他之所以杀死齐可欣，是因为晚上喝酒的时候，听到朋友说齐可欣的风言风语，认为齐可欣对他不忠，这就是他的一个心结。然而，通过调查，那晚和吉兴鹏喝酒的人，他们都说没有人提起齐可欣过往的事情，毕竟都结婚了，都有孩子了，不可能嚼舌根的。至于说吉兴鹏从哪里听来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一开始对吉兴鹏进行审问时，他承认了是他杀死齐可欣的，可是后来在法庭上他竟然翻供了。他说是齐可欣先拿刀子，并且想要对他动刀，他夺刀子反杀齐可欣的。很显然他是撒谎了，他不希望自己被判死刑，认为孩子没有母亲，不能再没有父亲，而且他父母也求齐可欣的父母让他们谅解自己的儿子。齐可欣的父母不同意，吉兴鹏一直怀疑妻子不忠，这也是他杀死妻子的一个原因。事实上，通过亲子鉴定，确定齐可欣生的孩子就是他吉兴鹏的。2014年，吉兴鹏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这也就是说，只要他在监狱里不再犯法，他就会被从死刑减为无期徒刑，最多20多年他就能出狱。可是2017年，他先后5次在监狱里伤人，并且再次被判有期徒刑3年。按理说，之前他被判死刑了，又先后5次犯罪，他应该是被执行死刑的。他到底被执行死刑了吗？很多网友都去相关网站询问吉兴鹏是否执行死刑了，但是得到的回复是不予公开。也就是说，自从他2013年杀妻，2017年先后5次在监狱里伤人，至今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正常来说，他可能是被执行死刑了吧？毕竟罪大恶极，明明自己罪行累累，却一直怀疑妻子。对于妻子出轨的猜疑，他从来没有铁证，甚至自己把传染病带回家了，还一直怀疑别人不忠。这都是什么人？齐可欣没想到，就是因为嫁给一个富二代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他，最终导致自己丧命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